我说过，你不应该起来，而是应该继续装死。楚风挡下左丘幽雨的攻势后，对其说道：“是禁药的力量吗？就算是禁药，你也只能与我战力相同。可你依旧不是我的对手。”说话之际，左丘幽雨眼中狠色涌现，刹那间，其手中的尊兵长剑已是再度挥舞起来。此一时，一把尊兵长剑化作无数把光刃肆虐，如长剑组成的千军万马，将楚风团团包围，欲要将楚风撕成粉碎。可楚风却是不慌不忙，他步伐优雅，姿态潇洒，他手握太古英雄剑，动作看似柔和缓慢，可实际上他的动作极快，将左丘幽雨的所有攻势尽数挡了下来。我贤弟还真是厉害啊！段柳风看到楚风与左丘幽雨交手这一幕，面带得意的笑容，心中也是发出赞叹。他知道左丘幽雨并非浪得虚名，而是真的厉害。整个浩瀚修武界他不敢说，但是圣光天河内，左丘幽雨乃是绝对的顶尖天才。修武方面，无论是悟性还是战力，或是对武技的运用，他各方面的天赋都是堪称顶尖。这其中自然也是包括了对兵刃的运用。而他也知道左丘幽雨从小爱剑，从小到大所有兵刃只用长剑，再加上他爷爷以及卧龙武宗一种高手指点，左丘幽雨的剑法已是出神入化，哪怕不用任何武技，那也是拥有极强的杀伤力。小辈之中，若论剑法，他说第二，便真是无人敢说第一。可眼下左丘幽雨与楚风交手，左丘幽雨引以为傲的剑法竟并没有占到便宜，旁人看不出来，段柳风却看得出来。不仅如此，此时的楚风因为刚刚施展了9重天雷斩，身体极为虚弱，战力也是大大受损。只从战力来说，现在的楚风是弱于左丘幽雨的。要知道，战力对武者而言极为关键，相同境界，战力便可以决定强弱与胜负。所以在他看来，此时的楚风等于是负伤出手，他正因为剑法在左丘幽雨之上，才能在战力弱于左丘幽雨的情况下而战成这种局面。倘若楚风的身体状况是在巅峰状态，左丘幽雨怕是会迅速落败。只凭剑法，他根本不是楚风对手，更是无法与楚风陷入这样的焦灼之战。这就是为何段柳风如此欣喜的原因。左丘幽雨，你这剑法不错嘛，怕是得到过高人指点吧？不过可惜啊，可惜你遇到了我，比拼兵刃，我楚风从未败过。楚风一边与左丘幽雨交手，一边得意的嘲讽：从未败过，好一个从未败过！你楚风未曾败过，难不成我左丘幽雨就败过？今日你我必有一败，但这个人必然是你。左丘幽雨剑法越来越凶，只是那剑气便将周围的树木摧毁殆尽。明明是丛林之中，可眼下却宛如站在平原之内，一眼望去，视线所及之内的所有树木都被斩断开来，而那斩断的部分都因为剑法太快而被切成了灰尘大小，连残枝败叶都看不到。左丘幽雨的剑法的确很强，至少眼下对于楚风而言，他的剑法非常凶猛。因为楚风身体虚弱的原因，只说战力方面，左丘幽雨已经压制了楚风，楚风在连连后退。可是他不仅不慌，反而面带笑意，目光也是一直盯着左丘幽雨，那微眯的双眼，那嘴角的弧度，皆是满满的嘲讽之意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他根本没有使用全力一样。左丘幽雨，你就这点手段吗？就凭这点手段，你也想赢我？快施展全力吧！如若不然，待若认真，你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楚风不仅面带嘲讽，这嘴上更是毫不留情，挖苦不断。你已难以支撑，竟然还敢大言不惭，是谁给你的底气？左丘幽雨声音都在发抖，他是真的被气到了。明明占据优势的是他，反而却被楚风不断羞辱，这让他难以忍受。他不是没有进行语言反击，只是无论如何反击，无论他怎么说楚风都不气。楚风那张嘴脸就像是认定了左丘幽雨弱于他一样，这就让他更加气愤了。这就像是两个人互相吐口水，对方的都吐到了你脸上，可是你吐的好像都被对方躲过去了。这换作是谁，谁不生气，谁不恶心？我烈士，我只不过没有认真罢了。你仔细看看，你这攻势如此凶猛，连周围环境都被你破坏，可是你可有伤我分毫？楚风笑容变得轻蔑，那个模样十分气人，只是这一笑就将左丘幽雨气得咬牙切齿，青筋都爆了出来。看不出来这小子这么会气人。看着楚风不断的嘲讽，就连段柳风都是有些意外。其实二人交战相互嘲讽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，但是战斗经验丰富的段柳风最怕的就是遇到楚风这种人。这是一种你羞辱他，他不生气，反而他羞辱你的方法让你难以承受。而最无语的是，偏偏你奈何不了他。简单的说就是只论嘴皮子，对方更胜一筹。可偏偏很多时候，语言上的侮辱，心理上的攻势更让人难以承受。这个世界上有人被活活气死的事情也确实发生过。眼下段柳风庆幸自己只是旁观，若是与楚风交战的是他怕是会比左丘幽雨还要气愤。忽然楚风剑势变化，转手为攻，且速度极快，见势不妙。左丘幽雨赶忙转攻为守，可是为时已晚，他先前的攻势太凶，已经忽略防守之势。虽然他的反应极快，可是楚风却是有备而来，招招攻向他的破绽。楚风的攻势连绵不绝，一波接着一波。左丘幽雨开始还能勉强抵挡，但很快就无法招架。只见一道寒芒掠过，他便皮开肉绽，连白骨都露了出来。但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楚风的攻势越来越凶，不仅仅是攻势，就连楚风的面容都是有了变化，不再是嬉皮笑脸，冷嘲热讽，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此时的楚风就像是一个冷血杀手，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令人胆寒的气息。我低估这小子了，他不是纯粹的羞辱左丘幽雨，这小子是故意的。段柳风目露惊喜，他本来以为楚风只是因为看左丘幽雨不爽，所以说些羞辱言语，故意恶心对方。可他此时却发现，楚风羞辱的言语虽是故意为之，但目的并没有那么简单。
楚风是故意扰乱左丘幽雨心智，从而让左丘幽雨盲目攻击，忽略防守。在人不冷静的情况下，心思必然不再缜密，必然也就容易疏忽大意。而楚风在抓住左丘幽雨疏忽大意之后，便立刻发动攻势，并且一点机会都不给左丘幽雨。哪怕因为身体虚弱，战力弱于左丘幽雨，可他还是凭借这样的手段逆转了局势。这样的楚风，就连段柳风也是感到敬佩。左丘幽雨，看来我贤弟说的对，你真是不该起来，应该装死的，因为你根本不是我贤弟的对手啊！他此时如此虚弱，战力已是大打折扣，可却还能压制于你，你们的差距似乎很大呢。段柳风看热闹不怕事大，他竟也羞辱起左丘幽雨，但他说的也是实话。左丘幽雨的身上已是出现多道剑痕，虽然都不致命，可却也让左丘幽雨的身体开始变得虚弱。这样下去，左丘幽雨的确要败。可突然，左丘幽雨的身上开始传来阵阵低吼，那低吼很是与众不同，虽然声音不大，似是骨骼交织、衣衫舞动发出的声音，可却狂放霸道。若仔细听来，似是龙吼一般。最主要的是，伴随那低吼而来，左丘幽雨无论是速度还是战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卧龙二式，左丘幽雨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说好的比拼剑法，怎么施展六段尊劲？段柳风身为卧龙武宗之人，一眼就认出左丘幽雨施展的是什么手段。六段尊劲，卧龙二式，此技虽为尊劲，但是更重于招式，以招入技，招式必须达到一定地步，才能发挥武技功效。卧龙二式，第一式为体式，以自己身体为根本，若是能掌握，只凭肉身可挡武技兵刃。第二式为兵式，此式千变万化，可运用于各种兵刃之中，自然也包括了剑。而左丘幽雨早就将这卧龙二式掌握，虽然眼下来看，左丘幽雨仍以剑法对决，可实际上他的战力却极为凶猛，毕竟那可是卧龙武宗开宗祖师所创的六段尊劲。当左丘幽雨剑势变化之际，段柳风便暗叫不好。楚风与左丘幽雨近身交手，如此距离之下，左丘幽雨忽然施展出如此凶猛的手段，他怕楚风反应不及，若不能立刻以同等级的武技应对，可是会被一击毙命的。贤弟他竟然挡下了，可是很快段柳风的眼中便涌现出意外之色，他发现他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楚风不仅挡下了左丘幽雨的攻势，并且楚风依旧占据着优势，反而优势更大。可是不应该啊，六段尊劲的威力连五段尊劲都难以抵挡，岂是寻常手段能挡的？不对，那不是寻常的手段，那也是六段尊劲。贤弟他竟掌握着与卧龙二式如此相近的武技，段柳风更加意外了。大多尊劲武技只要施展开来，都是武力外放，都是惊天动地，如卧龙二式这样内敛的尊劲极为罕见。不对，不对劲！越是观看，段柳风眼中的金色越浓。他发现了一件令他难以置信的事情，他发现楚风所施展的竟也是卧龙二式。起初他无法确定，因为楚风所施展的卧龙二式与左丘幽雨不同，准确来说，与他们所有人修炼的都不太相同。可是眼下段柳风能够确定，那就是卧龙二式是另外一种方式施展而出，那是一种难度更高，但威势也更凶猛的卧龙二式。该结束了。就在段柳风震惊之际，楚风却是凝视左丘幽雨，冷漠开口。紧着楚风的身上竟涌现出了紫色光华，那紫色光华之中更是凝聚出了一条巨龙虚影。只见楚风手中的太古英雄剑刺出，那条紫龙便带着一声龙吼自楚风身上飞掠而出。紫龙一出，所向披靡，不仅左丘幽雨的尊兵长剑被击飞开来，那紫龙更是直接穿透了左丘幽雨的身躯。这一击过后，左丘幽雨倒飞而去，落地之际已是没了气息。那不是卧龙二式，那是什么？可段柳风却是十分震惊，震惊到这句话不是心中所想，而是直接喊了出来。因为据他所知，卧龙二式之中并没有这样凶猛的招式才对，可是这招式却又与卧龙二式息息相关，这种奇怪的感觉让他有些发懵。卧龙二式，段兄，不是卧龙三式吗？楚风看向段柳风，眼中竟也有着一抹茫然。而听到楚风的话后，段柳风的眼中已不是震惊，而是受惊。你说啥？还有三式？还有什么手段？使出来吧，我楚风奉陪到底。今日就是要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楚风虽然面容变得冷漠，可是语言却依旧充满讽刺。你说啥？还有三式？段柳风问道。难道不该有三式吗？楚风被段柳风这样一问，他也是有些不确定了。楚风虽然进入过卧龙武宗的武技阁，但是他并没有机会修炼武技。楚风这卧龙三式乃是在进入卧龙武宗前接受考验时所得，那考验为善、乾、悟、智、武、戒六关。在第三关悟性考验中，楚风悟得了这卧龙三式。卧龙三式，你还真是能扯。卧龙何时有过第三式？然而就在此时，又有第三个人的声音响起。听的这个声音，楚风与段柳风心中皆是一紧，那是左丘幽雨。顺势观望，左丘幽雨果然又站了起来，他竟再一次的死而复生。怎么会？楚风也是十分惊讶。刚刚那一击明明已经将左丘幽雨斩杀，他本不该活着才对。可左丘幽雨不仅活着，气息也是十分稳定，就连之前受的伤都是得到了恢复。想杀我可没那么容易。左丘幽雨起身之后，冷冷地看着楚风，我明白了，是从九魂天河那座遗迹内得到的2颗护命丹，所以赵妾并非妖兽所杀，是你杀的，你抢夺了他的护命丹，所以你能连续保命2次。段柳风对左丘幽雨质问道。对，赵兄的确是我杀的。左丘幽雨说道。你这畜生，赵妾不是你的结拜兄弟吗？你竟为这样一颗丹药而杀他。段柳风异常愤怒，他之所以如此愤怒，是因为他知道事情原委。这个赵妾年龄只比左丘幽雨大上几十岁，小辈之时乃是卧龙弟子之首，天赋极高。当初左丘幽雨还未成长起来，
一直跟在赵妾左右，二人因关系要好，更是结为异姓兄弟。关于护命丹，段柳峰也是有所耳闻。那是一次离开卧龙武宗的探索历练，段柳峰虽然并未参加，可却也听闻了那场历练的事情。在一座位于九魂天河的远古遗迹内，发现了2颗可以护命的丹药，左丘幽雨与赵妾各得1颗。实际上那都是赵妾所得，他赠予了左丘幽雨1颗。可是后来因为一些事情，众弟子分开了。当人们再见到赵妾和左丘幽雨之时，赵妾已经死了，而左丘幽雨也是身负重创。根据左丘幽雨的解释，他们是遇到了可怕的怪物，被那怪物袭击了。其实当时也不是没有人怀疑是左丘幽雨，毕竟赵妾修位在左丘幽雨之上，若是真的遭到了袭击，那么连赵妾都死了，左丘幽雨又岂能活得下来？可因为左丘幽雨与赵妾关系极好，且也没有证据，再加上左丘幽雨的身份，便也没有人去追究。刚刚左丘幽雨第一次保命，可能因为是只用了1颗护命丹，所以身上并无丹药气息。段柳峰也不知道他是用何手段保命的，完全忽略了护命丹。可是这一次身上多出了1缕丹药的气息，虽然很淡，但还是给了段柳峰线索。正因如此，段柳峰才猜测左丘幽雨能连续保命2次，正是运用了那遗迹内所得的护命丹。赵妾的却待我不薄，但是这护命丹却能保命1次，用他的命来换我的命，自然是值得。左丘幽雨说道，这护命丹只有介绍，无人能证实是否真有保命效果，你只因一个可能就将赵妾杀死，你真是猪狗不如。段柳峰怒骂道，人生在世，哪个选择不是一场赌局？很显然，关于赵妾与护命丹的赌局是我赌对了，这丹药真有奇效，只是可惜只有2颗，并且还因为我的疏忽大意，使得如此珍贵的2颗护命丹都浪费在了这个废物的身上。楚风，我今日要你生不如死。话到此处，左丘幽雨已经看向了楚风，那眼神极为可怕。可他话音刚落，一道紫色飓风便携带龙吼之音直奔左丘幽雨而去。是楚风对左丘幽雨发动了攻势。楚风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便不想与其纠缠，这一出手便是6段尊境，尊境风龙吟。可是面对楚风如此强势的攻势，左丘幽雨却是手中长剑一挥，一道雷霆光刃飞掠而出，两者相撞，顿时涟漪肆虐。可是楚风那强横的尊境风龙吟却未能继续前行，而是被化解开来。而左丘幽雨所施展的并非6段尊境，乃是1段尊境。就算他的战力在楚风之上，也不可能只凭1段尊境就压制楚风的6段尊境。糟了！仔细一看，楚风顿时暗叹不好。他惊愕地发现，左丘幽雨的气息得到了提升，已是从5品5尊提升到了6品5尊的地步，是禁药。左丘幽雨也拥有着那种可以瞬息之间便将修为提升1品的禁药。前辈，帮我！楚风眼看不妙，一边呼唤体内神路，一边向段柳峰跑去，是想带着段柳峰逃脱。可是楚风还未靠近段柳峰，左丘幽雨便来到了楚风面前，境界之隔难以逾越。虽只是高出1品，但左丘幽雨却已经拥有楚风难以抗衡的力量。一道鲜血溅起，左丘幽雨以手为刃，将楚风那握住太古英雄剑的手臂斩断开来。这倒是一把好兵刃，不过我更好奇，你刚刚所施展的武技是从何而来？楚风，你老实说，你刚刚所施展的究竟是什么武技？左丘幽雨对楚风质问道。可楚风却并未理会左丘幽雨，而是站在原地不动，就连双眼都闭了起来，那个样子像是做好了受死的准备一样。楚风知道，无论他怎样做，左丘幽雨都不会放过他。眼下倘若神鹿袖手旁观，那楚风能够依仗的便只有他自己。装哑巴！见楚风不说话，左丘幽雨再度出手，一拳轰出，竟直接洞穿了楚风的腹部，随后将楚风硬生生的提了起来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却也紧咬牙关，紧闭双眼，依旧没有理会左丘幽雨。我宰了你！可是在一旁的段柳峰却是看不下去了，他怒骂着向左丘幽雨冲了过去。可是只见左丘幽雨大袖一挥，段柳峰便被掀飞开来。落地之际，鲜血也是不断从其口中喷出。因阵法压制的原因，段柳峰就算再大本事也无法施展。此时的他与废人几乎无异。别急，你们2个都要死！左丘幽雨轻蔑地看了段柳峰一眼，随后又看向楚风。楚风，你今日是一定活不成了，识相一点，把我想知道的告诉我，这样你死后我还能对子玲好一点。如若不然，我会把他当成奴隶一样对待。左丘幽雨说道。听得此话，楚风紧闭的双眼猛然睁开。你看到楚风此时的眼睛，左丘幽雨静下的身躯一颤，他在楚风的眼中看到了致命的危险。楚风的眼中不仅杀意涌动，更是雷霆奔腾。本来左丘幽雨仗着自己修为压制住了楚风，还想从楚风这里得到一些好处。可是现在他改变念头了，他要杀了楚风。现在马上立刻杀掉楚风，他不能再给楚风喘息的机会。可他刚有这个念头，还未来得及出手，一道雷霆便已经轰击在了他的身上。那是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的雷霆，在楚风睁开眼眸的同时就已经释放而出，所以左丘幽雨根本没有反击的机会。那雷霆异常凶猛，落在左丘幽雨的身上，左丘幽雨的身躯瞬息便被撕裂的不成人样，再度发出了凄惨的叫声。只是雷霆就足以要了左丘幽雨的性命，可楚风却顺势夺回太古英雄剑，寒光四起，鲜血喷溅。那太古英雄剑在楚风的掌控下，不断自左丘幽雨的身上掠过，将他的血肉骨骼斩断开来。眨眼间，左丘幽雨便被斩成碎片。左丘幽雨已经死了，死得彻彻底底。可哪怕如此，楚风手中的太古英雄剑还是没有停手，与他释放的雷霆都在不停地攻击着左丘幽雨，直到楚风精疲力尽，瘫坐在地。可楚风仍是有些后怕，他害怕左丘幽雨再度死而复生，万一他还有其他保命手段该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楚风便努力站起身来，
走向身负重创的段柳风，想要带着段柳风离开这里。可是楚风还没走几步，楚风便再度瘫倒在地。楚风太虚弱了，虚弱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他刚刚所释放的雷霆可不是寻常的雷霆，乃是九重天雷斩的第一斩。楚风刚刚紧闭双眼，就是在酝酿这一招。可要知道，这一招式虽具备逆天战力，但对楚风本就有所负担。正常来说，这样的手段以楚风目前的身体，短时间之内只能施展一次，若是连续施展，会有性命危险。可楚风没有办法，生死攸关之际，他只能放手一搏。好在他成功了，但也多亏左丘幽雨的大意。倘若左丘幽雨没有心生贪念，想从楚风这里得到些什么，而是直接对楚风下毒手，那今日要死的必然就是楚风。哎呦，好血腥啊！同门相残也就算了，居然还出手如此狠毒。楚风，你说这件事，我若告诉宗主和副宗主，他们会是要你抵命，还是要你偿命呢？可就在此时，一道调侃的声音却自不远处响起。顺声观望，一道熟悉的身影竟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了不远处。此人乃是那位神秘的卧龙弟子之首。这位卧龙之首盘坐在地，那个样子就像是在看戏，他似乎已经坐在那里很久了。楚风一直对这位卧龙之首印象都还可以，哪怕他说过要找楚风算账，楚风也并没有真的把他当作敌人。可眼下，楚风在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。此人神秘莫测，不仅是修为，还有他的性格。这样的人若是敌人，还真是有些可怕。你是早就来了吗？那你应该知道我为何要杀这左丘幽雨。楚风说道。贤弟不必与他多说，为兄在这里，我会向宗主大人说明一切。段柳风说道。段长老，就您现在这样的状态，还能保得住楚风吗？卧龙之首此话说完便消失不见，再度出现之际，竟已是来到了段柳风的身旁，抬手一掌落在段柳风的脖子上，将他打晕了过去。一切太快了，楚风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段柳风已经昏倒了。你要做什么？楚风见段柳风遇到危险，也是怒声质问。可现在的他太过虚弱了，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是没有，就别说帮助段柳风了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要管别人？卧龙之首淡淡一笑，随后竟将一颗丹药丢向了楚风。那是一颗药力极强的疗伤丹药，并且似乎是针对楚风此时的状态的。楚风能够辨别这颗丹药对自己有益。楚风，现在用你的命来换段长老的命，你愿意吗？卧龙之首对楚风问道。杀了左丘幽雨的是我，有本事你冲我来。楚风说道。看来是愿意了。楚风，你是傻子吗？记住，你自己的命比任何人都要重要。卧龙之首说道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楚风察觉到这卧龙之首似乎并不是真的打算伤害段柳风，看把你吓的。你莫慌，我只是带着段长老下山，并无加害他之意。他现在很虚弱，昏迷状态对他更有利。至于你和左丘幽雨的恩怨，本身就与我无关。你休整片刻，便继续上山吧。紫菱已经下山了，左丘幽雨又死了，我师尊交给我们的任务就只能由你来完成了。卧龙之首说道。你为何不自己去？我可以带段兄下山。这上山的任务你来完成不是更好？楚风说道。我不是不想上，而是……行了，别废话了，丹药服下吧。服下之后，你好的会快一点。卧龙之首的声音还在，可是他的身影已经消失了。楚风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离开了，但还是将那颗丹药吞服了下去。楚风并不能确定那卧龙之首会不会加害段柳风，可他除了相信卧龙之首，现在也别无选择。而楚风不知道的是，那卧龙之首的确快速的下山了，但是他却并没有立刻与宗主大人会合，反而是扛着段柳风在这山中四处游走。在山脉之外，有着一伙人施展出感应之法，四处观察，正在搜寻着什么。他们之中有小辈，也有长老，长老们的修为全部都在5尊境，而那小辈之中有一些楚风还见过，正是先前在山中阵法内前来与紫菱搭讪污蔑楚风，而后被楚风重创的那些人，他们都是紫羽仙阁的人，显然是在寻找楚风，要为弟子报仇。山下路过的人其实不少，可但凡是看到紫羽仙阁这伙人，都是会立刻让开。所有人都察觉到了紫羽仙阁的杀意，没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招惹他们。可卧龙之首却扛着段柳风正面的向这些人走去。诸位，我见你们贼眉鼠眼，似乎是在找人吧？卧龙之首靠近后不由说道。你在说谁贼眉鼠眼？你是不想活了吗？不待长老开口，紫羽仙阁一位弟子便怒声问道。他们正憋了一肚子火，这个时候有人找麻烦，他们绝对不会客气。别动气，我是想问你们一件事，你们要找的是不是这个人？卧龙之首拿出一个卷轴，卷轴打开，上面正是楚风的画像。长老，是这个人，就是这个人打伤了我们，还废了赵师兄的命根子。见过楚风的弟子都变得激动，皆是指向那张画像。你见过此人？他在何处？紫羽仙阁为首的长老凝声问道。他们还以为卧龙之首是来向他们说明楚风的位置，所以你们的确是在找他吗？那就行了，我没别的事，就是想确认一下而已。卧龙之首说话间便将画像收了起来。你这家伙不知道他在何处，还过来询问，你是想找麻烦吗？面对卧龙之首的态度，就连紫羽仙阁的其中一位长老都是发怒了。别动气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其实还有一件事。卧龙之首说道。滚开！紫羽仙阁的人不想与卧龙之首废话，就要继续前行。别走，这件事很重要，你们务必听我说完。可卧龙之首却再度拦住去路。很重要？那你快说，若是不重要的事，你今日就别想安然离开。紫羽仙阁为首的长老说这话的时候，眼中竟露出了一抹杀意，这可不是在吓唬人，他是真的随时会大开杀戒，真的很重要。其实我是来杀你们的。卧龙之首笑嘻嘻地说道，他这模样就像是在开玩笑一样，可这样的玩笑岂能乱开？尤其是对本就怒火中烧的紫羽仙阁众人而言，
这样的言语就是在自寻死路，找死。果然，那位为首的长老瞬息之间便来到卧龙之手身前，且抬手一掌向卧龙之手的面门拍了过去。本来这一掌下去，所有人都觉得那卧龙之手必死，也没有人在意这样的小喽啰。可是很快，紫羽仙阁的人们便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。他们发现那位长老的手掌虽靠近了那人的脑袋，可却迟迟没有落下。不仅如此，身体还在不断的颤抖，因为那长老背对着他们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可一种不妙的感觉却自心头升起。直到那长老瘫倒在地，他们更是面容大变。那女弟子们都是发出了尖叫，就连男弟子以及那些长老都是吓得面色惨白。那位出手的长老不仅是他们之中最强的一位，也是紫羽仙阁最强战力之一。可是此时那位长老面容变得极度可怕，不仅仅是面容，而是整个人，那个模样哪里还像是一个人，简直就像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干尸，仿佛血肉与灵魂都被吸走了一般。他已经死了，快跑！一位长老颤抖地说出了此话。下一刻，无论长老还是弟子都是立刻转身，施展出全力，想要逃脱。嘿！可只见卧龙之手发出一抹诡异的笑声。下一刻，无论是逃出多远之人，都是一边在半空挣扎，一边发出凄厉的惨叫。转眼间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化作干尸，落在地上。不仅仅是紫羽仙阁的人，就连恰巧路过的围观者也是未能幸免。楚风顺利来到了真元孤山的顶峰，不过这里与他想的不太一样，没有恢宏的宫殿群，只有一座结构简单、2层高的小型殿宇，立于山顶的杂草丛中。虽是殿宇，可看上去更像是用来居住用的房屋，不能说简陋，但确实挺朴素。楚风来的时候，刚好有2名弟子从那殿宇内走出，应该是得到了真元上尊的指点，他们的脸上都挂着欣喜的笑容。他们本是要下山的，可看到楚风时不由打量起来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高傲自负的神情，反而是靠近楚风时与楚风相视一笑，想必是也是觉得能够如他们一样顺利来到此处的，必然也非寻常之辈，这样的人值得他们尊重。楚风进入其中，发现这殿宇内部更是简单，墙为白色，与外面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，但看着却很舒服。若非殿宇大堂有着一个高达5米、长达3米的巨顶，那么这里会显得十分空旷。此顶通体古铜制色，不仅看着古朴，更是散发着古老的气息，而上面的一些符咒纹路更是神秘而久远，连楚风都看不透。对于楚风这种戒灵师来说，这座巨顶非常具有吸引力，但楚风却只是看了巨顶一眼，便立刻将目光投向了大堂的角落。那里盘坐着一个发白如雪的老人，虽是身穿布衣，可这位老人的身上却有着一种世外高人的气质。不用猜想，楚风也知道此人必然就是真元上尊，也就是他卧龙武宗的前辈。弟子楚风拜见前辈。楚风恭敬地施以一礼，入定吧。老者淡淡的开口，他始终闭目养神，说话时连眼皮子都未曾抬起一下。前辈，弟子乃是卧龙武宗的弟子，如今卧龙武宗有事发生，弟子是来请前辈帮助的。此时这殿宇内就只有楚风与这位老人，楚风便直接说明了来意。可那老者却是睁开眼眸，看了一眼楚风后说道：“你找错人了，前辈，难道您不是真元上尊？”楚风还以为认错人了，于是赶忙问道。老者淡淡一笑，抚摸了一下自己那长长的胡须，来到此处之人的确都称老夫为真元上尊，但老夫从未说过自己是真元上尊。前辈，卧龙武宗真的出现了难以解决的麻烦，不然弟子也不会前来打扰前辈。如今我宗宗主也在山下，若是前辈愿意，可否见宗主一面，让宗主与您详说？楚风问道。小友，老夫说过，你找错人了，老夫并非你想找的那个前辈。老人说道。前辈，那您可知道我要找的那位前辈是在何处？楚风询问道。你要找谁？老夫岂会知晓？既然来了，便说明你有这个资格，入顶吧，进去了你会得到好处的。老人说道。前辈，楚风还想劝一劝对方，可那老人却闭上了眼眸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若是不愿意入顶，便可以直接离开了。”见此情形，楚风那到了嘴边的话也只得收了回去，而是施以一礼后，转身走到了那座巨顶之前。楚风早就发现此顶不简单，此顶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，且蕴藏浑厚的结界之力，乃是少见的结界至宝。楚风要传的话已经传到了，若是这位是他要找的人，而他不愿意帮忙，楚风也没有办法。若他根本就不是，那楚风就更没有办法了。既然该办的事都办了，那这到了嘴边的好处自然不能浪费。于是楚风直接踏入顶中。你是想得到哪方面的指点？修武、结界还是其他？你可以直说，若能帮你，老夫都会尽力。楚风入顶后，那老人问道：“前辈，晚辈身上有一件宝物，他束缚住了晚辈修为，晚辈想要将其解开，可悟性不足，还请前辈指点。”楚风说出了他眼下所最需要的帮助，提高悟性，这倒是不难，但是能否有所收获，可就全凭你自己了。我建议你还是重新选一下，修武或结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那老人说道。多谢前辈提点，晚辈还是想得到悟性的帮助。楚风说道。他之所以执意坚持，就是发现此顶很是厉害，他想试一试，就算失败了也没有遗憾。可对于楚风的坚持，那老人却叹息一声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既然你不珍惜这机会，那老夫也就依你。老人似乎对楚风的决定不太满意，话语之中竟有着几分讽刺意味。可讽刺归讽刺，老人还是从怀中取出2件物品，一个是拳头大小的小鼎，那小鼎虽小，可无论是形态还是气息，竟与楚风进入的巨鼎都一模一样。而另一件物品乃是一张纸，而就连那纸却也散发着与那鼎相同的气息，它们应该都是远古之物。
并且施出自同一位高人的手笔。老者以手指为笔，在那纸上写上了提升悟性4个字，随后便丢入了小鼎之中，哗啦，直入鼎中，立刻化作火焰，被燃烧殆尽。可在小鼎内生火的同时，楚风虽在的巨鼎之中，竟也燃起了凶猛的火浪，火浪之强，竟从巨鼎窜出，直冲棚顶。因为殿宇大堂并不是很高，火浪在棚顶散开后，几乎覆盖了整个大堂顶端。怎么会这样？看着那凶猛翻腾的火焰，那原本漫不经心、似是快要睡着了的老人，顿时睁大了双眼。老人紧张的都站起身来，而那睁大的双眼之中，不仅仅是震惊，还有着一抹惊吓，宛如发生了不得了的事情一般。但是好在，那火焰很快便退去，虽然依然存在，但火焰的规模却是只存在于鼎内。见此情形，老人倒是松了一口气。我就说嘛，只是领悟天赋，怎能耗费如此磅礴的鼎力？老人再度盘坐而下，继续闭目养神。可是很快，来自虚空之上的阵阵雷声，却让老人再度睁开眼睛，抬头望去。老人的目光十分凌厉，在他的目光下，那遮盖视线的物体全部消失不见，他的双眼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情况。而眼下，在那9天之上，9色神雷遮天蔽日，连虚空都快要被撕裂开来，天雷异象，此子竟要突破，这运气倒是够好的。看来他在修武的瓶颈上已是顿悟不少，应该只差1线之隔就可以打破屏障，迈入新的境界。难怪呀，难怪他要执意要提升悟性。不过若只是如此的话，其实直接选择修武方面的指点，收获可能会更多。罢了，他自己的选择。老人说着说着，又抬头观望起来。这天雷异象的威势倒是够凶的，应该是修炼了神法玄功吧？看来此子有点不简单呢。不过太过自负也并非好事。老人看向楚风，冷冷一笑，似是仍在因楚风不听他的建议而耿耿于怀。没过多久，那盘旋于9天之上的神雷血脉便劈落而下。不过神雷威势虽凶，却并没有伤害殿宇分毫，而是直接落在了楚风身上。可是没多久，那神雷威势便消失了。当神雷威势消散那一刻，楚风也是从那巨鼎之中走了出来。多谢前辈。楚风对着老人施以一礼，在他的脸上也是有着难以掩饰的喜悦。他成功了，终于成功破开了卧龙魂甲最后一重封锁。在卧龙魂甲的帮助下，楚风的修为得以提升，如今已是踏入了2品5尊境。2品5尊境，再加上楚风的诸多手段，哪怕是5品5尊，楚风也不放在眼里。若是9重天雷斩使用得当，哪怕6品5尊，楚风也是能够一战。这样的修为，再遇到圣光一族的人，楚风也就不用再逃了。除非是圣光一族族长圣光玄烨，否则整个圣光一族怕也没几个人是楚风的对手了。并且楚风发现，当卧龙魂甲对自己的束缚全部解除后，卧龙魂甲也变成了一件可以任由自己控制的宝物。而卧龙魂甲本身也是一件极为罕见、堪称无价的宝物。这是一件可以增强灵魂力量的宝物。当束缚解除后，卧龙魂甲的力量也是得以释放。在卧龙魂甲的加持下，楚风能感觉到自己的灵魂比平时更为强大。虽说修武与悟性、毅力以及心性有关，可是强大的灵魂却是生命的根本，对于修武者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。而能够如此顺利的拥有这一切，还多亏了那巨鼎。巨鼎内的力量比楚风预想的还要强大，这也是你个人的造化。既然结束了，就离开吧。老人挥了挥手，是在让楚风自己下山。前辈，您真的不是我卧龙武宗那位前辈吗？楚风再度问道。我都说了，不是，别再多问了，赶紧走吧，别让老夫赶你走。老人不耐烦地说道。那晚辈告辞了。楚风眼见着询问不出什么，便转身离去。而老人则是再度闭目养神，直到又有一位小辈来到此处后，老人才再度开口，想得到什么指点？老人问道。上尊大人，晚辈想得到修武方面的指点。那名小辈说道。好，入鼎吧。老人示意之后，那小辈则是立刻入鼎。而后老人再度取出那座小鼎以及特殊的纸，他以手指为笔，在纸上写下了提点修武4个字后，便将纸丢入了小鼎之中。可是小鼎只是微微晃动了一下，便没了任何反应。别说火苗了，连火星都没看见。老人察觉不对，拿起小鼎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可越是观察，他的目光也是凝重，似是确定了什么。老人将小鼎放于双手之间，随后便捏动法诀，一股奇妙的力量自其体内释放，与小鼎相融。同时那巨鼎也是有了反应。可是这法诀捏动之后，老人的脸上却是再度涌现出了如同先前那样的惊容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说是刚刚那个小鬼静一口气将我这鼎力全部吸干了？这小鬼到底何方神圣啊？老人发出难以置信般的感叹，望着楚风下山的方向，看了好一会之后才收回目光。下山吧。随后又对鼎内的小辈说道。上尊大人，难道指点结束了吗？鼎内的小辈很是诧异地问道。今日老夫不方便指点。不只是今日，3个月之内不要再登山了。若要指点，3个月之后再来吧。老人的语气很是不悦，甚至有些生气。见老人心情不好，虽然那小辈很不情愿，却也只得离开。当这小辈离开之后，老人直接催动阵法，下一刻整个山内的大阵都为之震荡。楚风原本在沿着下山之路走着，可突然间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推着自己的身体快速移动。下一刻，楚风竟从山内飞了出来。不只是他，此时还有不少身影都盘旋于山脉上方，那都是小辈。怎么出来了？那些小辈都与楚风一样，面露茫然。糟糕，进不去了，好像发生了什么。不明真相的众人议论纷纷。楚风也是有些好奇，为何好端端的就这个模样了？但是自己已经得到了好处，所以倒也不太关心这个，而是向宗主大人所在的方向行去。他现在的心里还是很忐忑的。
先不说那卧龙之手有没有真的将段柳风送下山，只是紫菱的安危，就让楚风的心一直悬着。直到来到宗主大人所在的地方后，楚风悬着的心才总算落了下来。宗主大人不仅在此，紫菱与段柳风也都在，当然那位卧龙之手也在，并且段柳风和紫菱现在的气息都很稳定，看来他们的伤势都得到了治疗。宗主大人，真元上尊他说。楚风上前便想禀告真元上尊的事情，可是宗主大人却是突然问道：“你把左丘幽羽杀了？”他不仅询问，那双眼睛更是异常的冰冷。是。楚风点了点头，这件事他是逃不过去的，不过好在有段柳风为他作证，楚风倒也不怕。你胆子够大的，就算他真的不对在先，你将其制服即可。杀他这种事，岂容你来出手？宗主大人的眼中滚动着怒容。宗主大人，当时情况危急，楚风的确是逼不得已。段柳风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的关系，你不用护着他。”宗主大人冷冷地瞪了段柳风一眼后，便再度看向楚风。楚风，你可知罪？弟子的却杀了左丘幽羽，宗主若要惩罚，弟子无话可说，但若要弟子以命抵命，弟子并不情愿。楚风说道：“我说的不是这件事，而是另一件事。”宗主大人说道。宗主大人用那逼问的眼神盯着楚风，而紫菱则是欲言又止，眼中有着浓浓的担心，就连段柳风看自己的眼神也是有些复杂。这种种变化让楚风察觉到，必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另一件事，宗主是指何事？楚风问道。你真的是段柳风引入卧龙武宗的吗？宗主大人问道。楚风答不出来，且不由得看向段柳风，却发现段柳风看向自己的眼神更加复杂了，有犹豫，有挣扎，也有一抹自我怀疑。楚风难道败露了？雨莎提醒掉。其实不用雨莎提醒，楚风自己也是想到了。楚风乃是通过卧龙选拔阵进入卧龙武宗的，因卧龙魂甲导致楚风修为倒退。那位神秘存在说，楚风这样的实力，说是通过卧龙选拔阵进入，也没有人会相信，反而可能会被驱逐。再加上他不想现身，为楚风说明真相，所以才给楚风提出了这样的建议，就是那神秘存在来改变一位长老记忆，让这位长老误以为楚风是被他引入卧龙武宗的。楚风解救紫菱心切，且那神秘存在手段通天，楚风也没有谈条件的资本，只得同意。而那被改变了记忆的长老便是段柳风。现在楚风被宗主大人这样问，的确有些心虚。楚风觉得宗主大人不会平白无故这样问，很可能是发现了什么，或者是段柳风发现了什么。楚风觉得是时候说出真相了。宗主大人，我刚才在阵内受到了压制，再加上的确受了一些伤，记忆混乱是很有可能的，也许是我记忆出现了问题。楚风应该真的是我带进来的。段柳风抢着说道。段柳风，你与楚风的关系我知道，你现在不必说话，这件事我要楚风自己说。宗主大人说道。宗主大人，弟子的确不是段长老引入宗门的。楚风说道。见楚风这样说，段柳风看向楚风的眼神更加复杂了。他起初应该只是有点自我怀疑，但是当现在他更加的自我怀疑了。而楚风也不等宗主大人追问，一口气将事情的起因经过全部告知了宗主大人。以上就是经过，抱歉了，段兄，兄弟并非有意利用你，抱歉，宗主大人，弟子也是并非有意隐瞒。楚风有些惭愧的施以一礼，我居然真的被强加了记忆。贤弟，那卧龙选拔阵内的前辈到底是谁？段柳风好奇地问道。段兄，我也没有见到那位前辈，我起初以为他是卧龙武宗的长老，但是现在来看，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楚风说道。楚风，你所言属实，卧龙选拔阵内真的藏着那样一个神秘之人，而你与他就只是这样的关系，并没有其他接触。宗主大人也是追问道。不必难为他了，我相信他说的便是事实，毕竟卧龙武宗内的确有着许多我们没有资格去了解的大人物。就在此时，又有一道声音自紫菱身旁响起，但那不是紫菱的声音。只见空间一阵蠕动，紫菱的身旁出现了一道身影，这是之前在真元孤山紫菱灵魂受损时遇到的那位白裙女子。难道你才是我卧龙武宗的那位前辈？楚风看着白裙女子问道。白裙女子拿出丹药帮助紫菱和自己疗伤的时候，楚风就已经意识到白裙女子不简单，但当时只是以为身份特殊，可现在看来，白裙女子的身份似乎比他之前预想的还要不简单。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，刚刚也是我抹除了段柳风的记忆。其实在段柳风被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卧龙武宗的遭遇，在宗主回卧龙武宗找你们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暗中与他同行。当时我便发现，这次大劫并非以往的大劫，而是卧龙选拔阵而引发的大劫。经过调查，只有你最为可疑，所以刚刚在段柳风他们下山之后，我就用特殊的手段对段柳风的记忆进行了一些清晰，果然发现他被强加了一段记忆。你就是那个从卧龙选拔阵进入卧龙武宗的，且引发大劫的弟子。白裙女子说道。原来那大劫真的与我有关。其实楚风早就想过，那大劫可能与自己有关，甚至还询问了一些人，只是询问之人都否定了那大劫与卧龙选拔阵的关系。再加上那大劫威势恐怖，楚风也自觉难以破解。慢慢的，楚风也就打消了那种念头。楚风，你刚刚提到卧龙魂甲，而你刚刚在山上又有所突破，难不成卧龙魂甲已经彻底解开？白裙女子问道。回前辈，卧龙魂甲的确已经彻底解开。楚风说话间运用手段将那卧龙魂甲自体内取了出来，这就是卧龙魂甲，好一件宝物。看着卧龙魂甲，紫菱、段柳风以及卧龙之手都是目露赞叹目光，就连向来冷漠的宗主大人看到这卧龙魂甲，眼中也同样涌现出了赞叹。果然是一件宝物。其实卧龙魂甲我听过，但传闻不如一见啊。白裙女子感叹之后，又看向宗主大人道。卧龙魂甲已解，那大劫恐怕很快就会彻底降临，你们必须快点回到卧龙武宗了。
前辈，那大劫与卧龙魂甲有关。楚风问道。与卧龙魂甲有些关系，但真正有关的是你。楚风，卧龙魂甲收起来吧，这是你应得之物。白裙女子对楚风说道。前辈，那我需要怎么做？楚风问道。当得知那大劫与自己有关之后，楚风心中越发惭愧。若是因为自己而使得卧龙武宗遭殃，这叫楚风如何能安？你是唯一可以破解大劫之人，要如何破解？我已与你家宗主说过，你们速回吧。白裙女子此话说完，便向真元孤山走去。前辈，您不与我们回去吗？宗主大人问道。他的语气不仅异常柔和，竟还有着几分请求的意味。我相信这件事你们能够处理得好，若是连这种事都处理不好，就将卧龙武宗归还那些大人吧。是我们没有资格掌管卧龙武宗。白裙女子此话说完，便消失不见。她看似离开了，实则并未离开，而是来到了天际之上。在那里，那位被称为真元上尊的老人正站在这里。他站在这里，没有人能够看得见他。他宛如神灵俯视众生一般，高高在上。可当白裙女子靠近之后，这位真元上尊竟露出了一抹殷勤的笑容。我还说哪里来的小鬼，竟一口气把我的鼎力全部吸干，原来是大人的后辈。大人，那卧龙武宗就是您曾经的宗门吗？真元上尊上前问道。关于我的事不要多问，我只想安心的在这里修炼。另外，从今日起不要再让任何人登山，若再有人登山，就连你也给我滚出去。白裙女子对真元上尊说道。知道了。真元上尊不仅应下，更是弯腰施礼。可那白裙女子却早已消失不见。哪怕白裙女子走了，真元上尊却也维持施礼动作好一会，才敢站起身来。苍老的脸上竟多出了几滴冷汗，而眼中更是涌动着恐惧。此处的远古传送阵与卧龙武宗的传送阵本无关系，可是凭借卧龙武宗的宝物，哪怕是从这里的远古传送阵进入，也可以开启卧龙武宗那传送阵的力量。凭借那力量，快速向卧龙武宗返回。回时的路上，还是乘坐那艘破旧的木船。可楚风却面色凝重，他已经知道了如何破解大劫的方法。回到卧龙武宗之后，宗主大人会以全宗之力开启大阵，然后由楚风主导大阵力量，与那大劫抗衡。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既然那大劫乃是因楚风而现，楚风便必然可解。毕竟这种事，楚风也是经历过不少。对于破解大劫，楚风并不是太过担心。楚风眼下面色凝重，乃是因为紫灵，他也是知道了紫灵的灵魂为何会突然那般虚弱。这件事还要从头楚风的天赋说起。紫灵的天赋其实还可以，只是上限不高，凭借他自身的天赋，原本不足以让他迈入现在的境界。而现如今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，乃是楚风的父亲给予了紫灵帮助。楚风的父亲在紫灵丹田中留下了一件特殊的修炼至宝，这件修炼至宝乃是远古时期之物，连楚风的父亲也不知道它的名字，只知道这件宝物可以帮到紫灵，让紫灵天赋大增。不仅是现在能够追上楚风的脚步，日后也不会输给楚风，甚至若是使用得当，就算超过楚风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而根据紫灵所说，那件宝物看上去像是一个的血红色的三角形建筑，可实际上更像是一座诡异的古塔。若仔细观看，便可发现这诡异的血红古塔共有3层，每一层都有一道门。紫灵可以运用此宝物修炼，可却也有着要求，那就是在限制的时间内必须依次将3道门全部打开，否则紫灵就会遭受这血红古塔的反噬。如今距离开启第1道门的时间其实早就到了，可是紫灵迟迟无法解开那第1道门，于是那血红古塔便开始损害紫灵的灵魂。这种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但却一次比一次严重。这是血红古塔是在提醒紫灵，也是在警告紫灵，若是再无法解开那道门，他便会被那血红古塔杀死。虽说宗主大人出手能够帮助紫灵缓解，可这样下去，怕是宗主大人也无法帮助紫灵。迟早有一天，紫灵会被这血红古塔彻底反噬致死。楚风也问过紫灵，他父亲是否有告知紫灵掌控那血红古塔的方法。楚风觉得他的父亲既然选择帮助紫灵，必然不会做没把握的事，应该会有掌控方法才对。可紫灵却说没有方法，要凭紫灵自己的本事。当初楚风父亲提出过几种方法来帮助紫灵，这血红古塔是效果最好，却也是最危险的一种。当初也是紫灵自己执意选择血红古塔的，甚至不肯接受其他方法。楚风的父亲见紫灵如此执意，便也应下了。这也是为何当血红古塔反噬紫灵的时候，紫灵会对楚风说抱歉，还说那是他自己的错。那的确是他自己的错，毕竟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突然之间，紫灵再度发出痛苦的声音。顺势观望，楚风等人皆是面露紧张之色。只是观看紫灵的模样，楚风也知道是那血红古塔的反噬再一次袭来。眼见不妙，宗主大人立刻出手，他取出一个葫芦，从葫芦内倒出一颗丹药。这颗丹药楚风见过，是那神秘的白裙女子，也就是卧龙武宗的前辈，之前为紫灵疗伤的时候就是用的这样的丹药。宗主大人用同样的方法将丹药放于紫灵额头处，只见丹药化作气焰涌入紫灵身体，紫灵的状况便开始得到缓解。虽然紫灵状况缓解，宗主大人的眼中却是忧色更浓。宗主大人怎么这么快又发作了？楚风也是担忧地问道。楚风，紫灵的情况我已经无法压制，这丹药是我宗那位大人留下的，但这里面只有9颗丹药。紫灵现在的反噬如此频繁，9颗丹药很快便会用尽。待丹药用尽的时候，紫灵若还是无法治愈病情，那便无人能够帮他了。我之前不让紫灵离开卧龙武宗，正是因为他的病情。现在我既已不能保护他，那么待你破开大劫以后，就带着他离开卧龙武宗，去做你们想做的事吧。宗主大人这番话令楚风感觉十分揪心，言外之意，紫灵命不久矣，若还有未了心愿，便尽快去圆了。而楚风
什么都没说。他走到紫菱身旁，抓起了紫菱的手腕，观察着紫菱的灵魂。虽说紫菱的状况得到了缓解，可是那灵魂仍不稳定。随后，楚风将那卧龙魂甲拿了出来，给紫菱穿了上去。虽说卧龙魂甲并没有治疗病情的功效，可却有着能够增强灵魂力量的作用。楚风本来只是想试一试，可却发现，在卧龙魂甲穿在紫菱身上之后，紫菱的灵魂不仅快速恢复，就连状态也是好转的更快。这卧龙魂甲对紫菱的病情竟有帮助。看到紫菱情况好转许多，段柳峰和宗主大人的眼中也都涌现出一抹喜色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总归是一件好事。而若说关心，此处最关心紫菱的，必然便是楚风。虽说卧龙魂甲得之不易，可若是对紫菱有益，那也算是用得其所了。那是，可忽然之间，重重血红色的气焰自紫菱丹田之内涌现，竟开始吞噬卧龙魂甲。卧龙魂甲本是一件至宝，可是在那血红气焰的吞噬下，卧龙魂甲竟然很快便被蚕食殆尽。结！就在此时，楚风更是能够从紫菱的灵魂中听到可怕的笑声，不仅仅是笑声，一道异常诡异的声音更是自那灵魂之中传入楚风的耳内。小鬼，你倒是舍得，可是你这娘子实在太弱，你这宝甲内的魂力味道不错，既然你舍得投喂，就当给他续命。老娘再多给他1年时间，若是1年之后他还不能解开此门，便是真的没有资格运用我们的力量，老娘必要他的小命。听到这里，楚风赶忙开口：前辈，既然魂力可以续命，可否再用其他有魂力铸成的宝物续命？楚风赶忙问道。可不仅没有任何回应，段柳峰和宗主大人更是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。楚风哥哥，你在和谁说话？就连紫菱也是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。显然，刚刚的声音只有楚风听到了。没什么，是我恍惚了。楚风并未实话实说，因为关于那血红古塔的事情，楚风的父亲提醒过紫菱，无论对任何人都要保密，所以紫菱只告诉了楚风，连宗主大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也查探不出血红古塔的存在，还真的以为紫菱是生了古怪的病。紫菱，刚刚你体内有神秘存在与我说话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那血红古塔内的存在。虽然当众并未说出实情，可却以暗中传音告知紫菱，血红古塔内有神秘存在。听到楚风的暗中传音，紫菱表面强装镇定，可是回忆楚风的语气却是有着难以掩饰的紧张。显然在此之前，紫菱并没有发现这一点。见紫菱不知道此事，楚风便也觉得棘手起来。这说明紫菱之前并未得到那血红古塔的认可，否则不会连与紫菱沟通都不沟通。而在楚风看来，此事可谓是好坏参半。好的是，既然对方是生命体，那便可以进行沟通，毕竟凡事都有商量的余地，只要给予对方他想要的利益。而现在来看，魂力似乎是那血红古塔想要的，可也正因为是生命体，事情可能也会变得棘手，毕竟都无法确定这存在是好是坏。倘若它本性是好的，倒也罢了；若是坏的呢？那紫菱将十分危险。莫说紫菱得不到他的认可会死，就算得到了认可，很可能也会成为他的傀儡。虽说那血红古塔内存在的本性无法确定，但至少目前形势是对紫菱不利的。之后，楚风一直抱着紫菱，因为他们的关系，倒也没有人怀疑什么，都想着紫菱病情严重，楚风陪着紫菱也是正常。可实际上，楚风是借着与紫菱身体接触，尝试着与楚风丹田内那血红古塔沟通，只是可惜，无论怎样尝试都没有反应。倘若说从卧龙武宗出来时还有所期待，那么回去的路上心情则是极为沉重。紫菱乃楚风挚爱，也是楚风最想保护的人之一，是楚风想要变强的初衷。如今他面临如此情况，楚风却束手无策，那种无力感化作巨大的压力，压在了楚风的身上。事实上，不仅仅是楚风情绪压抑，段柳峰和宗主大人脸上也皆无笑容，就连那话痨一般的卧龙之手也是识趣的，安静了许多。在这种沉重的氛围中，楚风一行人还是顺利的回到了卧龙武宗。只是走出传送阵那一刻，就连宗主大人的脸上也能看出明显的压力。紫雷漫天，轰鸣阵阵，那雷霆距离大地更近了，且紫雷的数量增加了数倍，宛如随时会将地表的一切摧毁。那大劫果然变得更加可怕，不仅仅是大劫的声音、不安的议论，甚至是一些弟子害怕的哭声，遍布卧龙武宗各处。这大劫带来的危机，使得整个卧龙武宗都陷入了恐慌之中。楚风哥哥，你的身上……紫菱惊讶开口。楚风等人才发现，楚风的身上竟多出了一层紫色气焰，气焰很是明显，与那虚空的紫雷相互辉映。楚风终于知道，为何之前卧龙选拔阵内那神秘存在会说，楚风若想解救紫菱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解开卧龙魂甲即可。原来解开卧龙魂甲之后，楚风与大劫的关系将会显现。旁人就算不信楚风是从卧龙选拔阵进来的，都是不行。若是楚风顺利破开大劫，自然也就得到宗主大人认可。只是可惜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楚风抬头望着虚空之上的大劫，感慨万千。他当初刚进入卧龙武宗的时候，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。可不管怎样，这都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事情。楚风，此劫因你而起，虽说你是无心，可若不能破劫，那我必须要向卧龙武宗的诸位先辈有个交代。宗主用那凌厉的目光看向楚风，这话的言外之意已是非常明显。若是楚风不能破解，受罚一事自是难免；若弟子不能破解，任由宗主处置。楚风说道：“你现在怎么说都无用，我只看结果。”宗主大人依旧冷漠，随后取出一个金色的盒子，递给了段柳峰。段长老，你协助他进行身体淬炼，明日清晨带他到卧龙广场。宗主大人此话说完，便带着卧龙之手离去。随后，紫菱与楚风还有段柳峰
回到了楚风的住处，段柳风拿出寒冰打造的浴盆，然后又以极寒液体放入浴盆之中，随后才将那金色盒子打开。那金色盒子之内乃是金色液体，液体不多，可是落入寒冰浴缸之中，那极寒之水居然沸腾了。见状，段柳风赶忙将手放在了浴缸之上，若不是他与武力加持，就连寒冰浴缸都要炸裂。段长老，这是什么？楚风他要进入这里面进行淬炼吗？看到这一幕，紫菱满眼担忧，他看得出来那金色液体有多恐怖。明日清晨将要开启的，乃是汇集全宗之力才能开启的卧龙天神阵。卧龙天神阵的力量加持在我的身上，我都未必能够承受。楚风的修为本是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必须用此物进行淬炼。如若不然，楚风不用破解，只是卧龙天神阵的力量就足以将他杀死。段柳风说道。就在此时，宗门内突然传来阵阵龙吼，是宗门龙钟被敲了，并且这一次敲响宗门龙钟的还是宗主大人。开启卧龙天神阵必须集结全宗之人的力量，所以明日清晨破劫之事必须告诉大家。段兄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楚风对段柳风问道。可对楚风的询问，段柳风却是叹了一口气。在此之前还并未开启过卧龙天神阵，也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淬炼，我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。总之你小心一点，一点一点来。段柳风说道。那我知道了。楚风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后便将自己的一只脚放入了寒冰浴缸之中。虽然早有准备，可是的脸色还是在这一刻就变得煞白。他紧咬牙关，没有发出哀嚎，可是他却疼得浑身都在颤抖。楚风哥哥，紫菱看着楚风那放入寒冰浴缸内的脚，双眼瞬间就红润了，眼泪滴答滴答的开始往下落。只是一瞬间，楚风那只脚血肉都被腐蚀，只剩下了一副白骨。剧烈的疼痛使得楚风不敢再将更多的身躯放入寒冰浴缸，就连放入的部分也是抽出了许多。楚风要承受的不仅仅是疼痛，还有压迫。那淬炼用的金色液体正在进入楚风的骨骼，但实际上不仅仅是骨骼，就连楚风的灵魂都受到了腐蚀。金色液体的力量很强，楚风只能循环渐进，否则会承受不住，性命不保。没事，我能承受。楚风不仅忍住疼痛，还对着紫菱和段柳风强挤出一抹笑容。可是原本是安抚紫菱的笑容，反而让紫菱哭得更凶了。那金色液体进入楚风骨骼，形成了漂亮的金色纹路。可身为修武者与界灵师的他，知道楚风正在承受着什么。楚风脸上的笑容很快凝固，因为在短暂的适应之后，他必须将更多的身躯放入寒冰浴缸之中。他只得再度咬紧牙关，脸庞都变得扭曲起来。眼见着楚风的血肉不断被腐蚀，只露出血淋淋的白骨，紫菱都不忍再看，而是转过身去。尽管极力控制，可抽泣声却更重了。若是还有其他选择，他一定会劝楚风停下来。只是可惜，眼下没有选择。在楚风接受淬炼的同时，宗门龙钟已经将卧龙武宗所有长老与弟子汇集到了一起。宗主大人亲自讲述了这大劫与楚风的关系，并且以命令的口吻宣布，明日清晨将汇集全宗之力，开启卧龙天神阵，协助楚风破解大劫。原本宗门之内人心惶惶，宗主大人说的这番话自然是等于给了众人一颗定心丸。尤其是小辈们得知此事竟是因楚风而起，并且是可以破解的大劫，对楚风更是的敬意更浓。可唯有老一辈们心生忧虑。对于卧龙天神阵，小辈们不知，但他们却是有所耳闻。他们担心楚风一个小辈是否能够承受卧龙天神阵的力量。此事定下之后，所有人都去准备，就连宗主大人也不例外。只是副宗主却是跟着宗主大人回到了他的府邸。眼下在那恢宏威严的大殿内，副宗主竟跪在了宗主大人面前，而宗主大人则是背对着副宗主而立，脸上布满了为难之色。宗主大人，我这辈子没求过您什么，我向来以宗门为重，绝不会做出对宗门不利之事。我不求别的，只是想知道一个真相。宗主，您就告诉我吧，幽雨他是否遭遇了不测？副宗主似是已经猜到了左丘幽雨的结局，哪怕尚未得到确认，可一双老眼之中已是饱含泪光。宗主大人向来君临天下，舍我其谁？在卧龙武宗内，仿佛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得住他。可眼下副宗主的这个问题却让他十分为难。他紧闭双眼，在长舒了一口气之后，才睁开眼眸，转身看向副宗主。这件事不怪楚风，是左丘幽雨不对在先。宗主大人原本是想在破劫之后再与副宗主说出此事，只是奈何多年交情，在副宗主苦苦哀求之下，他也是不忍瞒着副宗主，还是将事情经过告知了副宗主。多谢宗主大人告知。副宗主此话说完，便站起身来，可身子一软，却栽倒在地。尽管他很快又立刻起身，可是却已是步履维艰，是巨大的悲痛才让这位卧龙武宗的大人物如此的虚弱。看此一幕，宗主大人也并未上前安抚，对此他早有预料。副宗主表面严厉，实则十分疼爱他的孙子，尤其是左丘幽雨，更是被他极为看重。如今两个孙子先后死在楚风手中，这种悲痛他是能够想象的。不谈对错，明日大劫关乎宗门安危，而你贵为副宗主，我希望你能抛下个人恩怨，全力协助我开启卧龙天神阵。宗主大人说道。宗主大人若说对楚风不恨，那是假的，可我随您征战多年，我是什么性格您是清楚的。我会以宗门为重，明日清晨我会准时抵达。副宗主说完此话，便以那悲伤的背影消失在了宗主大人的视线之中。对于副宗主，他还是信任的，只是他并不知道的是，当副宗主回到自己的住处之后，却是走进了一间密室。密室阴暗潮湿，刚刚踏入其中，便有一股浓郁的血腥臭气扑面而来。可对此，副宗主却早就习以为常。深入之后，终于寻得这臭气来源。密室深处躺着近上万具尸体，这些尸体除了皆已经腐烂外，
还有着一个相同的特种，丹田处都被刺穿了一个窟窿。这次这么快就送来了新的食物吗？忽然，一道古怪的声音自那群尸体中间传来，那竟是一颗诡异的黑色珠子，是那颗珠子内发出的声音。我要你帮我一个忙。副宗主说道。帮忙？笑话！你以为拿这等凡人血肉供养了我几千年，就可以跟本尊谈条件？先将本尊肉身归还于本尊，再谈这种事情吧。那珠子内发出轻蔑的声音。很简单，帮我杀一个人，只要你能够杀掉此人，我就将你的肉身归还于你，放你自由。你若不帮我，那我就让你的灵魂散于此处。副宗主说话间，取出一把黑色的匕首。这黑色匕首十分古老，可是黑色匕首上面却插着一颗黑色的心脏。那心脏丑陋无比，但却散发着与黑色珠子相同的臭气。虽说不停的有绿色汁液从伤口处流出，可那心脏却仍在跳动。你竟敢威胁本尊！猛然间，磅礴的黑色气焰自珠子之中涌现而出，化作了一张恐怖的黑色巨脸。巨脸之大，覆盖了整座密室。副宗主的身躯在其面前显得异常渺小。你知道我将你禁于此处的目的，但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帮我杀一个人，只要你能杀了他，我就还你肉身，放你自由。副宗主凝声说道。话罢，副宗主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对着那黑色巨脸示意跪拜大礼。大人，这些年是我不对，但这一次我求您了。副宗主说此话时已是趴在了地上。对于副宗主这样的举动，就连那恐怖巨脸都是愣了愣。姐，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了。本尊倒也想看看你要本尊杀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竟能强硬了几千年的你对本尊妥协。黑色巨脸若隐若现的眼眸中露出好奇的目光。